大家好，我是 Lucy。我们在外人面前能保持微笑和耐心，但回到家却容易对最亲近的人发脾气。为什么最亲近的人反而成了情绪的出气筒呢？这不仅仅影响家庭关系，更可能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健康。今天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喜欢对家人发脾气，生气闹情绪对身体会造成什么危害，如何正确发泄情绪。先来说说为什么我们容易对亲近的人发脾气。我总结出来主要有3个原因，你们来听一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。第一个原因是，家是安全区，情绪可以无顾忌的释放。在外面面对陌生人，我们会下意识地控制情绪，保持礼貌，因为我们要维持好的形象。但回到家，面对家人、伴侣，我们知道他们不会轻易离开，所以在他们面前，我们更容易释放自己的真实情绪。第二个原因是情绪积压，亲近的人成了情绪垃圾桶。在外面受委屈、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控制不发脾气，但这些情绪不会凭空消失，而是积压在心里。一旦回到家，面对最亲近的人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导火索，都会让积累的情绪瞬间爆发，这样家人成了情绪的发泄口。第三个原因是，用发脾气的方式沟通已经形成恶性循环。在亲密关系中，如果习惯了用发脾气的方式沟通，久而久之，这种模式就会变得根深蒂固。一旦进入我生气你回击互相伤害的循环，就很难停止。如果不改变沟通方式，情绪冲突会不断加剧，影响亲密关系。上面就是我们为什么容易对亲近的人生气的3个原因。其实频繁发脾气不但影响与家人的亲密关系，而且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伤害也超乎想象。中医讲怒伤肝，生气会导致肝气郁结，引起身体很多问题，对健康的影响也超乎我们的想象。第一，会加速衰老。愤怒时，身体释放皮质醇，加速胶原蛋白流失，让皮肤松弛，皱纹增多，看起来更显老。第二个坏处是损害心血管健康，长期生气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，甚至影响寿命。第三，发脾气也会影响肠道健康，导致消化不良、胃炎，让肠胃变差。第四，削弱免疫力，影响睡眠。长期处于愤怒状态，身体会持续分泌压力激素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睡眠质量变差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经常生气的危害不容忽视，一定要学会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少发脾气就是最好的养生，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。我很喜欢作家周国平所说的一句话，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，但克服本能，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养。这句话指出，如果能够做到不对亲近的人发脾气，体现了一个人更高的修养和自律。我们现在了解了那么多发脾气、生气的坏处，有人就会说了，明明知道生气不好，但是就是做不到不生气啊。其实我们平时尽量能不生气就不要生气，但是如果实在控制不了，有情绪是不能压抑的，也需要发泄出来，否则容易情绪内耗，对身心健康也不利。有研究发现，表达情绪的人反而更健康，而长期压抑情绪的人更容易出现高血压、癌症、心梗等问题。发泄情绪不可怕，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不满和不开心，从而达到保持健康的身心和家庭的和睦关系。下面给大家总结了5个健康情绪疏解法。当你想发泄情绪的时候，不妨通过以下的情绪出口来发泄。第一，深呼吸法，短暂离开生气的环境，给自己一些时间缓冲，做深呼吸动作。具体做法，深呼吸4秒，
屏住2秒，缓慢呼气6秒，做5到8次，有助于平复情绪和怒火。第二个技巧就是写下来，也就是写情绪日记，把生气的点、想说的气话都写在纸上，有助于发泄出来内心的不满。第三个方法就是骂枕头法，一旦情绪真正上来了，没法控制，找一个没人的房间，找一个物体发泄对象，比如说用力拍打枕头，或者对着毛绒玩具大喊，可以有效释放怒气，真的可以试一试。第四个方法是动起来，运动最疗愈。通过快走、跑步、跳舞、挥拳、深蹲的运动，可以释放内啡肽。内啡肽是天然的快乐激素，情绪立刻会好很多。第5个方法是换位思考法，试着从不同角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看问题，可能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，情绪自然也就变好了。巴菲特认为，这一辈子只做10件事情就可以了，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学会情绪管理，要学会保持冷静、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情绪化行事。最后总结一句话，生气真的很伤身体，但不是不让你生气，而是应该学会如何科学地消化它。下次当你想生气的时候，试试我推荐的这5种健康情绪疏解法，既保护了自己的健康，也维护了家庭的美好和谐关系。希望你会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对你们有没有效果？你的发泄方式又是什么呢？我是露西，你们的忠实健康教练，希望大家都健康幸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